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7月17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1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77.01，收盘价是281.38，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85.30，最低价是在276.31。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9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并且超过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当日的成交量是 1.2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06 倍，略有量增。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变小，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目前的短期空头趋势在继续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7月1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小绿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回档后的反弹中，在相对高的位置。那这样的线型通常我们把它称作叫倒垂线。倒垂线如果是出现在高档，并且配有大的成交量，通常它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因此日后的因此这根 K 线的最高和最低将成为日后股价走势的重要标志。那日后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跌破了这根 K 线的最低，将会确认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股价呢将会出现回档。那如果日后股价的收盘价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那将会继续维持目前的回后再上涨的一个上行的走势。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7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给出了2个方向，一个是向上突破，收盘价在286，另外一个方向是出现回档，收盘价在272.5，在这个位置。第二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小幅的上涨，收盘价会在282附近。实际在7月14日收盘价是在281.38，当日出现了是小幅的上涨，然后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成交量是量增。那这样的信息实际上它是股价要继续上行的信号。但是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这根 K 线的线型是倒垂线，它又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所以我们要小心股价的回档。对，它有可能会有回档的可能。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分析后续股价的上行。对于7月1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股价继续上行，它的目标将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 285.30， 我们要提升这条水平线，因为它已经超过了前高。但是呢，收盘价还没有超过前高，所以并没有确认回后再上涨的一个走势，目前只是出现了新高。那么我们确立它为第一个目标的原因，就是在这样一个反弹的走势当中，股价的收盘价只有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
才能继续维持这样上行的走势。所以第一个目标是285.30。如果站上它，股价将会继续维持目前的上行走势。第二个目标就是314。那314如果再被站上呢，那股价接下来的目标将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是414。那我们之前给出的384呢，它只是一个压力位。在这里我们想继续重复说明一下目前股价上行的几个真正的目标。我们看到自2023年1月6日以来，股价起涨之后，到了目前的这个位置，那么股价的再继续上行的目标一定是314，而这个目标被确立的时候呢，是在6月8日这根 K 线被确立的。我们来放大，或者说是对，6月6日，对不起，是6月6日这根 K 线确立的股价上行的目标是314。因为这根 K 线它站上了前高，也就出现了头高，也就确立的这个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正好呢，这根 K 线又是站上了自2022年9月21日下跌以来50%的成本线。那其实314是在6月6日被确认的目标。那么股价目前如果继续上行，一旦站上了314，也就收复了这一波的下跌，那股价继续上行的目标一定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是414。那在这里我们想补充说明，目标我们说的是目标是414，但不代表股价一定会到达这个位置我们说的是上行的目标。我们说一下理由，股价一旦站上314之后那也就突破了这个1号趋势线。1号趋势线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接下来2个低点定义的最后一根下行的趋势线。所以一旦站上了314，也就突破了这根趋势线，并且呢，站上314也就收复了自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下跌以来50%的成本线，所以这是一个强压力。所以股价一旦站上它，目标一定是414。当然，在到达414之前，还有之前的高点都会成为压力，股价同样可能会出现遇压而折返向下。对，我们说的是目标是414。好，那这样一来，实际上我们说自2023年1月6日以来这一波上涨，它的目标是314和414。好，那我们再来说目前我们确立的当前的这几个目标位，就是前高是285.3，站上它将会继续维持目前的上涨的一个趋势。那站上314，那这是一个强压力，那股价将会继续上行，这是真正的目标。然后呢，我们在414之前给出的压力位是给出的目标位是384，384只是前高，它只是一个压力位。好，这是股价目前上行的3个目标。我们要特别关注，因为股价现在目前接近了1号趋势线，也就是近几个交易日K 线和这个1号趋势线的焦点将成为目前股价上行的压力。
好，那这个压力被突破之后就是314。当然，在到达314之前，还有300关口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压力的位置。好，这是我们对股价上行几个目标的说明和回顾。因为这个我们之前已经多次提到过了这几个目标。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的下行。对于7月1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如果出现下行，也就是回档，第一个目标一定是265，就是前低。那跌破前低的目的就是要将目前股价的趋势转为空头。我们会看到现在依然是头高，然后下方有底高。那股价日后一旦跌破了265，也就是会出现一个底低。所以265一定是它回档的第一个目标。当然，在到达265之前，我们会看到各条均线值将会成为支撑，尤其是20日均线值。对于7月17日20日均线值已经到达了267附近，那么这是一个强支撑，也是重要标志。因为在多头上涨的趋势当中，股价出现回档，一旦跌破了20日均线值，将会进入深度的回档，或者是转为空头趋势。所以在到达265之前上方的支撑还是比较强的。好，强支撑再补充说明，强支撑并不是能够支撑住股价，强支撑在我们视频当中指的是重要的标志位。好，那跌破265之后，接下来的目标是241，同样是前低。跌破这个位置呢，股价将会确认空头，将会继续向下。那第3个目标我们给出就是223，是6月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好，当然，如果跌破这个位置呢，股价将会进入深度的回档。我们会看到下方还有一个底高的上行趋势线，将会成为股价下行的支撑。好，这是我们对股价日后的上行和下行的说明。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7月17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我们给出的位置是276。好，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276。276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一个中线，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75到277。然后呢，这个位置又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也就是这个倒垂线的最低。我们要关注这个位置的目的就是看看股价如果出现回档，这个位置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一旦在盘中股价在276下方运行，那很有可能会收低而出现回档。这是我们观察它的原因。那还有一个位置就是前高285这个位置。那股价如果是出现了高开盘或者跳空的高开盘一旦能够在285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说股价很有可能会收高。对，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股价在冲高之后然后遇到压力而被压回，然后收盘价依然收在285之下，这也是有可能的。好，所以盘中我们特别关注276，和285这2个位置。好，
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的上行和下行的说明。那由于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好，周 K 线图，我们来回顾一下两条绿颜色的水平线，是我们给出股价如果出现强势上涨会到达307，如果出现回档有可能会到达262这个位置。中间我们给出的这条红颜色的水平线272是观察线，我们在上一周的周中曾经调整过这个观察线。那这个观察线在之前我们给的是更低的位置，也就是当周新生成的5均值。我们看看股价出现回档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实际在当周我们会看到5均值支撑住了这个股价。然后呢，股价是收在了前低的上方，对，甚至是就是说当周是有新高的出现，然后收在高档。这是我们对之前的这个观察线的回档。那么在周 K 线图当中，上周生成的这是叫做锤子线。锤子线的特征是下影线很长，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上影线很短。出现锤子线如果在高档，它也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但是如果在低档呢，它又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那通常出现锤子线下影线很长，说明我们会看到对于周 K 线图当中，它是回踩了5均值，然后收在了高位。那对于这样一个走势的锤子线通常它又是一个股价继续上涨的一个信号，因为当周的 K 线有新高和新低的出现，然后回踩了5均值，然后收盘在高位，那成交量是量增。我们又会看到 KD 值和 MACD 这个指标又都是向上，所以在接下来一周，如果是高开盘，然后周中能够在这根锤子线的最高的上方运行，那么股价将有可能会继续上涨。对，所以从周 K 线图当中的 K 线信息的解读股价是要继续上行的。那么对于本周，也就是第29周或者是7月17日当周，那上方呢，我们依然维持307，也就是股价如果出现上行，一定会上攻这个位置。那下方我们要给出的一个目标，如果股价回档呢，我们认为会在265附近。对，也就是这根锤子线是不能够，最低是不能够被跌破的。一旦跌破呢，那股价在周 K 线图当中会出现回档，因为它已经回踩一次5均值呢，我们认为会收高所以下方我们认为即使出现回档，265是能够支撑住这个股价的。然后在盘中，我们把这个观察位我们设在270，我们下移这个水平线到270。好，270是当周新生成的5均值。我们设立它为观察线，就是股价现在上方越来越接近这个压力，就是这条1号趋势线。所以呢，股价不排除股价会出现回档。所以一旦出现回档，我们看看5均值270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如果能够支撑住股价呢，那股价很有可能在当周会出现一个继续在高位运行，甚至是向上突破。因为在
本周会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数据，也就是业绩报告会出台，很有可能呢会就是说使股价选择一个方向，是继续上行还是说回档。好，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一个说明。我们再来回到日 K 线图。好，那么刚刚我们提到，在本周三，也就是7月19日，会有特斯拉的业绩报告出台。那么在视讯的留言中啊，有网友会多次问到，关于这个业绩报告对股价走势的影响。那么我们做 K 线技术呢，通常我们是不考虑任何市场信息或者是经济数据的。做 K 线技术，我们只看 K 线，对，因为任何的市场信息或者说是业绩报告，虽然它能够使股价出现一个波动。但是呢，它取决于市场的解读。那很可能是即使非常漂亮的一个报告，也由于解读的不同，那么很有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行。那即使很普通的一个业绩报告呢，如果解读成利好的一个消息呢，很有可能会出现股价的上行。对，所以呢，我们在 K 线信息的分析当中是不考虑任何市场信息的。但是呢，我们也要看一下，就是目前要出现的这个业绩报告和目前 K 线走势的一个相关性。我们来看看，我们画几条线来观察一下。目前我们会看到股价是自2023年4月27日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出现回后再上涨。如果我们从这根 K 线说股价上涨到高点，在6月21日出现回档，我们可以看看目前股价的一个走势。我们调整一下颜色。好，那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的这样一个回档再上涨，然后再回档再上涨，对，到7月19号。好的，那我们会看到屏幕的下方是2023年7月19日周三。对，如果我们看到周三如果有一个重要市场信息的出现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 K 线目前的走势来看，到周三有可能会维持这样的继续出现新高，然后上行。上行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把它画出来。好，那上行之后，那么股价如果解读为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那股价有可能会继续上涨。那如果说解读为不好的信息，那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但是无论是上涨还是回档，我们会看到它的震荡的这个幅度会越来越小。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震荡的趋势来看，我们先暂定在这个位置。对，好，然后呢，我们把图再缩小。那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实际上到了7月19日，股价如果继续维持目前的这样一个回后上行的走势呢，也就接近了我们刚刚说的，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
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接下来的低点建立的头低的最后一条趋势线。那7月19日实际上是如果这个业绩报告出来呢，我们认为也就决定了目前股价的一个走势是继续上行，还是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冲高，然后再继续出现一个回档，然后呢再等待突破这条趋势线再继续上行。所以如果我们来解答对这个业绩报告的看法呢，我想这样回答，就是业绩报告到7月19日，也就股价临近了1号趋势线。那1号趋势线能否被就是我们要关注这样的信息能否推动股价去突破1号趋势线，还是在这个地方遇压而出现回档。因为我们多次提到过，1号趋势线是特斯拉股价下行趋势的最后一条趋势线，所以如果我们解读7月这个业绩报告对股价的影响，就是我们看看能否突破这个下行趋势。好，这是我们对这样问题的一个解答。好，那我们把这个辅助线先暂时删除。好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我们目前有一个多头的仓位，或者我们是有2个多头的仓位，一个仓位是在7月3日进场，这个收盘价超过前高5%进场，然后呢，我们在7月13日收盘，在这个位置也是超过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在这个位置有10%的加仓，这样我们是有15%的仓位，目标是292，到了7月14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在265，那么到了7月14日收盘价是收在了高位，超过前高，那这个仓位是继续持有的。那到7月14日的收盘价，在281.38这个位置，我们要继续给出加仓的建议，5%加仓。那这样一来，我们一共有20%的仓位。我们在这个地方加仓的原因就是收盘价超过前高，然后成交量是量增，所以是有买盘跟进的。那在这个地方5%加仓之后，一共是有20%的仓位。那这20%的仓位目前的成本价我们测算是在279附近，那也就是加仓之后，股价就是我们目前仓位是有很微小的一个盈利的，但这不算是盈利，那对于这样的仓位，我们说加仓是我们本期视讯刚刚给出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实际操作应该是在7月17日盘前才有可能加仓。那目前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是夜盘的时间，是股价到达了284这个位置，对，好。那么对于这样的仓位，20%的仓位，在7月17日我们要给出止损位，我们守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267，也就是股价收盘价跌破了这个位置，应该是即刻出场的。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给出加仓建议之后，目前20%的持仓。我们的目标是上方的292，
也就是到292可以获利出场。好，这是第一个多头的操作建议。那第二个多头的操作建议，实际上我们说每一次加仓的点位都是初次建仓的位置。那在7月13日的收盘价，或者在7月14日盘前可以5%建仓，然后呢，我们给出的止损的位置依然是在当日是265。那这5%如果没有被出场呢，到了7月14日收盘，继续5%的加仓，然后到7月17日我们守267 20日均线值。那如果之前一直没有建仓呢，到7月14日的收盘价，或者在7月17日盘前在281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初次建仓5%进场。那在这个位置，如果是进场呢，应该是守止损，应该是守5日均线值，守275，在这个位置。对，也就是在7月17日股价跌破275，在这个高位初次进场的仓位应该即刻止损出场。好，这样一来，我们一共是有3个仓位了。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那目前我们认为，在股价开盘之后，如果是高开盘，那么在285附近一直到上方的292，会一直有空头的进场加仓，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跌破265。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292上方，或者说是叫做在300关口，或者到300关口依然会有空头的加仓或者减仓。那回补位应该在305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好，那如果在7月17日股价是低开盘，那一定会有空头即刻进场。那他们的目标是265，回补位应该是在285到292之间。好，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7月17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好，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285.30前高，第二个压力位是292，第三个压力位就是314。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75到277之间。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也在这其中，是276到277，包括前低276，所以这第一个支撑应该也是非常强的。第二个支撑位是267，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第三个支撑位是265，当然，如果我们给出第四个支撑位，应该是260，在这个位置。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我们给出7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出现小幅的上涨。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79，最高上方会到达287，在这个位置。对，然后收盘会收在283附近。
对。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79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小幅的上涨。也就是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会有新高的出现，然后收盘价依然会收在前高的下方。好，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出现回档，它应该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82.5，下方最低会回踩到275，然后收盘会收在276附近。也就是说，第二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回档，以等待重要的数据出来，然后看看股价日后是否向上或者向下突破。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7月1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